医治的大能不一定有哦。这个看一下 M34上面医治的大能。我们有好朋友以前是在这神学院毕业的，而且我18年有一次开会的机会呢，也来这个神学院看了。这个神学院蛮好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看重真理的部分，看重灵塑造的部分，也看重教牧的部分，所以它是比较平衡的。这是很神奇的，我是感觉它是上帝从空中空降给我的。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年龄就已经大了，然后呢就一直祷告神有多大？神啊，你赶快给我预备一个哈！那神一直没有预备在我读书第3年的时候呢，我就说神啊，你再不给我预备，我就放弃了哈。结果神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一次暑期的培训当中，在我们的班上我们认识，首先是看上眼嘛，她很漂亮，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自己看上眼这个。基本上我一看我就很喜欢他。对，那另外一方面，在随着进一步的了解，就更多的了解到他的信仰很真实那为主受过苦很愿意付代价为了主，那我就很快就知道他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还得等等。对，你可以谈谈你的。对，我呢是，因为我就决定做全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受到的压力挺大的。然后我可不想就是因为结婚的原因，然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工作哈。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个一起服侍神的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也为我将来的丈夫祷告，求神为我预备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回想我的信主的经历，然后我决定全职服侍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既然上帝这样带领我，他一定会为我预备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表白，表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是一个机会，要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后来我们就问彼此很多的问题，然后互相了解了解。然后又一起很认真的祷告寻求看是不是上帝的带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是挺喜悦的。但是后来祷告到一个程度，就是想起父母给我的那个压力，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已经被父母逼了2次了，我不想再被逼第3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父母再为了我的这个你跟谁结婚的问题再逼我一次，我可能就跟他分手了。对。然后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后来我父母也同意了。最早接触这个信仰呢，是透过我的妈妈。那她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信了主，那我才知道有这个信仰而且了解到圣经的一点内容。到上大学之后呢，我的老乡给我传福音然后借着耶稣传，我更深的认识到耶稣和福音的内容。对，之后经过3年的时间的了解和参与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慢慢的发现这个信仰就是我所需要的就接受了这个信仰。我刚大1的时候，然后就到学校去，然后就遇到了2个基督徒，然后他们要和我们交朋友。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基督徒，就是生活当中没有跟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对过话，然后谈过天这样子。然后他们俩跟我在一起呢，我就觉得很有帮助。就仅仅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世界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位有智慧有能力的神创造的。之前那2个学生不是跟我见证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吗？我心里有种担心，就是觉得如果耶稣想要改变我的生命，可是我又不愿意，那这个事情就有点难办对，有点可怕。然后但是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基督徒学生，然后他也给我讲就是他的信主的这个经历。然后我就很坦诚的跟他分享我心中的疑问，
然后他就帮助我认识到，就是这一位创造世界的神呢，他是特别爱我的，他特别关心我这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爸爸虽然还没有信，但是整个家里面经历了很多的见证，所以就感觉这个信仰还不错。所以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你信可以，不要影响你的未来。但是对我太太来说，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哈。对我的家，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基督教的。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洋教，然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可靠，然后让我的生命有很多很好的改变。所以我当时的期待是说，我要是回家跟我的家人、跟我的父母、跟我的亲戚讲关于耶稣的话，他们可能都信了。然后我就带了这么大一叠圣经回去，计划了每个人发一本这样子，然后给他们讲信仰，给他们传福音。但是结果呢，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不理解，然后他们就很反对我爷爷当时的态度。他就是觉得你信这个基督呢，会影响你的前途，会影响你将来。我回去以后，他就把我所有的圣经都收起来了，他收在他的柜子里，不许我发给别人。然后等我回到学校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然后用那个毛笔字写那种小楷，然后就大概就是劝我说，要父母为了你读书，然后付出了很多，然后你应该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挣钱，然后这样才可以回报父母，不要去信这种宗教，然后他可能迷惑你啊之类的。觉得心里面挺难受的，就是好像我真的对不起他们一样。我觉得我是没有对不起他们，我只是选择了就是信耶稣，然后这也是真理，这是真相。然后我爷爷后来既然给我写很多信也没有用，然后他就给我的那个辅导员写信，然后我辅导员还收到了这个信，然后辅导员找我聊天，然后他就对基督教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觉得基督教挺好的，但是呢你也注意一下你家人的这种态度，然后跟他们好好沟通。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啊。然后后来我爷爷看给辅导员写信也不管用，他就决定要写信给校长，但是他在那个学校的名字后面又写了一个信箱的号码，那个信箱的号码呢刚好就是我们班级的那个信箱的号码。然后那个发信的人呢就看到这个信太特别了啊，谁用那个毛笔小楷，然后在那个信封上面写字他一看这个就是同一个人写过来的信。然后那个发信的人就问我，他说这个是你的吗？我说这个是我的，你赶快给我吧。当我已经决定要全职服侍的时候呢，那我就尝试给我的爸爸联系了一下。我说哎呀，现在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投资他们的生命愿意服侍神，真好我爸爸就说好啊，他们投资你不要就行了。你知道吗？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很早5点左右，天还没亮，你知道吗？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他说那个人不会是你吧？所以我就知道我爸爸的心还没有被预备好。我妈妈还好，我妈就说如果是神的带领就没关系，就是为了等候他吧我就没有跟他具体的说我做什么，我就说我在我们那个地方生活的城市里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你们就放心就没有跟他说。直到我们要订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定要说嘛，就怕婚礼上别出现什么意外，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才跟我的爸爸沟通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只要你做你们开心的事情就好。因为他家沟通方式太不直接了，我们家就沟通方式特别直接。最后我父母就问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最后他们就搞清楚了我的工作是做什么，然后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听了这个以后就非常非常难以接受，他们觉得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呢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就组织全家人，然后一起反对我，然后要改变我的决定，然后他们就这样围着我坐一圈，然后我就在中间。那我就开始
很认真的带感情的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结果其中就有一个亲戚站出来说，他说你不要再继续这样讲了，你要再这样继续讲下去我都快要信了。然后我爸爸就说，那这样子你去写一张字条，然后说我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他突然间这样说，我也很受震动，我好歹就写一张，但是我心里不认这个事情就好了。然后我就进去拿纸和笔，我从屋里出来，我爸爸的情绪就很崩溃，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很长的那种凳子，然后就这样扔到我的身上来。但是感谢主，就是我的堂姐夫眼疾手快，然后他就过来把那个凳子一推，然后就推倒了，所以我也没有受伤。他们反对我，其实我是能理解他们的，所以我是知道我不能够因为他们的不理解，然后就放弃我的这个决定。一直到我工作的前几年，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反对。但后来我们结婚以后有了小孩，他们就好一些，稍微好一些。对，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哎，我们有孙子孙女了，他们就高兴多了，是这样子的。那个警察刚开始跟你说，我们有问题要问你，是关于你户口的，对，然后你就去了，然后结果他问你关于宗教信仰。对，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管得比较紧，管得非常紧。他们对于可疑的人员都会有一些调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关于户口的问题，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关于户口的问题，所以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们。那如果是关于户口的问题，我当然愿意过去就约了个时间就过去过去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喝茶。喝的真的是喝的那个菊花茶聊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询问了关于我过去生活当中的他们关心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我出国了出境了到什么地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见了什么人等等之类的整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友好的。他们有一次还来我们家了有一次来我们家，对，有一次来我们家是直接上门了，不过那一次也没有问什么就是简单了解了解我们他看我们的孩子，他就问一些关于孩子的事情，孩子的教育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在做这个在家教育，他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家教育，那你们是怎么做呀？你们为什么生这么多孩子呀？我们说这个国家现在也允许了嘛，然后孩子和孩子之间也可以相互有个伴，对他们说是非常好的。他说看你们的孩子这样教育挺好的，他们挺健康的看着当时他们还是比较赞赏我们的做法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友好，没有特别的为难我们。学校的管理方法呢，就是先是警告嘛，了解到有2个学生那是他们认为是领袖，所以呢他们就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压力，就说你们一定要说出是谁，联系的是谁，都有哪些人，你们都要写下来。那他们就认为我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那别人也是别人的信仰，那他们就不愿意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这个原则，他们就说我们跟别人，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也都是自由的，我们每个人的信都是自主的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给学校相关的任何信息，只是谈他们自己的我想这个也是应该的合理的但是学校呢就不满意就要给他们一些威胁和压力其中有一个要保送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他们就说我们要取消你的保送名额而且立即就跟另外一个学校打电话说这个人有政治上的问题不能录用。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学位证被取缔说因为你不愿意配合那我们就要取消你的这学位证所以这个给他的学业呢带来很大的麻烦和曲折。这个对于学生来说呢很有震慑性因为别的学生软弱下来呢就很难再坚持下来。但就是你说那个差点被取消学位证的那个学生嘛他却没有因为这样的逼迫就软弱，对，然后他仍然还是坚持了信仰
哎，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就感觉他的学业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然后我们还想他可不可以就是转学到其他的国家去，完成这个学业，然后得到他的大学毕业证书。但是后来因为家境不是那么好，所以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跟老师又有很多的交涉，结果就是多学了1年。然后最后他还是拿到毕业证书，然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结果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他也跟我们做同样的工作了。是，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可能因为这个软弱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同学看到这个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们就很气愤那他们反而接受了这个信仰这个是很有意思。神做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